你吃过车拉11里的老字号吗？很多人认识车拉，却不一定来过11里。但对11里的街坊来说，这些店已经陪伴他们很多年了。这是17都不到20多年，这是89年，30年40以上，应该是有70年了。有些味道可以留到今天，不只是因为好吃，而是一直有人默默在坚持。用心去做，1997到现在，17年前哦。那些街坊邻里都知道。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吃车拉11里的老字号，先从这家开始。以前在皮鞋做的，17年前哦，不做人了，台湾人，我丈夫，多数都是做点心的，做点心的哦，全部都是手工的，没有机器做的。所以你们也是手艺从那边来了。啊，有什么特别啊？咸蛋豆腐包，6点到4点卖完就收了，休息拜一。你3點鐘嚟去咩？还不舍得，好久没有回来 KL 拍摄了，我们也要帮我们 KL 的观众 update 一下这边的美食。为什么会选它呢？因为我也是被它的点心所吸引，点心都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它有什么魅力啊。好吃哦，它这个外衣呢就是咸蛋，而且它的咸蛋是很香，整个咸蛋味是很充足的。然后它里面的内馅是怎么样呢？它就很像我们在吃文东豆腐包这样子，有点那个感觉，夹着一点肉馅，从外面的甜甜咸咸到里面的豆跟肉的鲜香，而且你一咬下去又是爆爆脆的那种，这个搭配是蛮不错的，爆爆可以推。这个萝卜呢，它是可以吃到整个肉的颗粒的，它不是一般上我们知道可能它是整个搅成肉碎。如果没有错，它还有掺那个青葱啊，外层就是干干脆脆，而且带着很香的豆香味。你一咬下去就直接碎掉，炸的东西都不会很吸油啊，所以说过来讲都是干干香香。这家店呢，它主要是以福州菜为主，然后我就不点一般的烧麦，我就点了2个比较特别的烧麦，一个它是讲说是福州烧麦。里面我吃到有很多的虾，还有猪肉，而且它的肉的搭配也是肥瘦相间的，整个吃起来呢就有那个肉香味，带有淡淡的拉肠风味。咖喱烧麦呢，它就是很像你在吃着咖喱鸡啊，它的内馅是有鸡肉，咖喱也吃得出有用蛇赖的香味啊，有一点小咸口。通常我们是在熟悉店才会看到的嘛。很熟悉的东西在点心店里面会不会有违和感？其实到最后我这样吃起来还是不会的。肉馅呢就跟烧麦我觉得蛮接近的，就是肉跟虾的风味。紫菜真的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啊，很像你在吃着那个熟悉。可是它是以烧麦的形式出现。试试看另外一个也是蛮多人推荐的，就是它的排骨啊。没有做过多的调味啊，比较偏酸香味，带一点辣椒的辣去提香。刚刚我在它的蒸笼那边看到它的包其实都蛮特别的，这是我选了2个我想试的啦。Sorry， 不是我的喜好，因为它是偏甜叉烧。叉烧来讲呢，它是肥瘦相间，很值得 highlight 的是它的包皮啊，有点松松软软，稍微的带一点微微的甜。再搭在这一个甜口的叉烧来讲，其实还是蛮美的。如果是喜欢比较偏甜口，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的。它是 OK 的，它是不错吃的，只是我个人会偏向于咸口的。好像有一点在吃黄酒鸡这样，接近了那个味道，是有酒香味的，只是它不至于是你吃下去它会有很满的酒精味啊。对，但是它的酒味是刚好啦。酒的味道没有下到太重手，不会吃到很腻，它的搭配就会比较 balance。整体吃下来我觉得是一个蛮有特色的点心店啦，个人会比较喜欢它这个招牌的黄金岛包，红酒鸡包也不错。我们现在要去找一家面档啊，然后这个面档呢，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是讲说这个老板好难找，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搬来搬去，然后大家吃不到他还会伤心的那一种啊。我也是担心他去那边，然后安哥又搬走了，又没有连吃了。我们看一下安哥在不在？技术哈的，记手哈 miss。这一区10多年了，做这行都30、40年了。很多人讲很难找到你哦，怎样很难找？因为你搬了很多地方是吧？上面做了2个地方。你搬来这边多久了啊7年多而已啊。你的是属于客家面的吗12月附近的客家面来的。我搞一下出手的渣嘛，有点。还有一个啊，谢谢你。 7点多，开到几点？卖完就说12点里面卖完的了。就说通常是10点多、11点左右。啊，星期几休息啊？每个星期五，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会星期4、星期52天的。我们成功找到安哥了，可是他的猪脚卖完了，就剩下排骨了。可是如果我们再卖一点排骨都卖完了，还好我们走得快。
拌在酱里面呢，都是满满的猪脚汁的味道啊。它就是把那个猪脚的胶质煮出来啊，带一点粘稠。它的面呢，它就是扁状，然后比较幼生，它吃起来有点像在吃兜钱那样。长寿面，真的，端的嘞，吃不完。比我命还长的长寿面。哇，透骨的嘞，软软的嘞，有点 surprise 哦。整个肉是煮到软烂了，真的煮得好入味。它入味道像什么啊？好像我们在买罐头回来开的那种，它就很像那个味道。可是这个是新鲜的。对对对，可见得它卤的有多入味啊。它的猪脚很入味，比起它的排骨会更加的入味。酱汁是更渗透的，但是它的渗透稍微的偏咸了一点点。我们都比较prefer排骨，主要也是可以吃到它的肉鲜味。对，这个就取决于大家喜欢吃的是卤汁的香味，还是肉本身的鲜味。Next station. Next station is 我们来到人家的猪脚。What do you do for living? Yeah, what do you do for living? 8点到2点半，休息拜几啊？之前都是89年了。它有打包生面的，有你要分啊，我一定自己煮。这一家我其实看蛮多人会推荐的，刚刚在撒料的时候，炸葱跟酱油仔是很好卖的。面粉糕算这是比较保守的，薄的来还是会有咬劲的。最重要，我觉得它真的是滑滑，汤底是很浓郁的江鱼仔汤底，喝得出它是用很足料去包这个汤底出来的，就没有过度的加工了。看很多人会点它的水饺，这个是在小时候有吃到自己家里面会包的那种水饺。肉来讲呢，我觉得是属于肥瘦相间，它有用沙葛还有萝卜，可以咬到沙葛的脆口。它像炸碗汤这样，相比炸晚餐好吃。像我个人会更喜欢它的炸水饺啊，炸水饺会比较香啊，因为它多了一层油香。里面的肉呢会更加凸显到它的鲜味。这一边呢有一个大家可以尝试的，就是它的辣椒酱。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酸的，为什么没有辣呢？然后到后面它那个辣椒的辣，它是纯辣，然后就在你喉咙里面炸开。比较偏给仔辣椒的风味。整体吃起来，我觉得它面粉糕是不错的，很舍得下料。我个人会比较推荐它的炸水饺啦。搬过来这边整6、7年有了，本身做这行17了17年我女儿都很快啊。就升到这我是做这行了。如果师傅比较齐的话，就是10点哦，然后做到几点呢？做到5点。8点只是有饭罢了，菜是边煮边卖的咯。我们又来到人家的住家吃饭。其实这一家我看比较多人推荐的是它的 ABC 跟 Jendo 啊，是后期有看到很多人在推广这个 Nasi Lemak。比较偏椰浆味道。饭呢主要是以椰浆味为主啊，姜跟斑斓的香味呢就不会到那么重，是有煮到粒粒分明，所以你吃起来它不是那种黏黏稠稠的那些人嘛，有点好像偏那个马六甲的牛腩带南甲风味的上吧。有酸辣的味道是又带一点辣。炸鸡超级像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吃的炸鸡，原来以前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带着黄姜的味道，黄姜味是很入味的，外面就是ayam berempah的调味啊，炸起来的时候就咸咸香香，再带一点黄姜风味。满满的臭菜味，不是臭菜酱，是咖喱叶。杂菜主要是以那个包菜的风味为主啊，就是油炸过的包菜，带一点油香，再带一点包菜本身的甜。当然它有用一点萝卜、大葱跟香菜去调味啊，炸到干干脆脆啊，吃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有带一点像葱油饼。你咬到香菜？我咬的时候那香菜很小，它不是很突出。香菜，浓浓的香菜。试看香蕉，刚刚站在那边它太香了。可能是他选的这个品种吧，因为这种椒我觉得有点接近那种芭蕉一样，所以这种椒吃起来如果它不够熟透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很深的味道。它的味道就很像你在吃着banana cake的味道，它是很香的椒味。对，但在这边我就有点吃不惯了。所以如果它是出现在banana cake是很美的。
来自己来，不要客气。来到我的家随便吃的，哦，然后等下自己去结账就好。冰哦是削的很绵的那种冰，椰浆是那种很清爽的椰浆，然后不是那种很厚重的椰浆啊。再加上它这个古勒马拉哥，它是很香很浓郁，又会死甜的一个古勒马拉哥，可能有掺一点麦芽糖去炒吧，所以它整个就是比较粘稠。监督来讲，它不会到太滑，它也不会到太糯的那一些，带着淡淡的这个板蓝香。底下就是会先放这一个红豆、洋葱跟仙草。红豆来讲，我相信是他们自己蜜，它是绵密的，大热天的救星，真的超爽。消暑解腻。这样整体下来呢，这一家我会比较推荐它的蒸肉。喂，两边都是白肉须的。对 ，strong man。make up 啊你？那你来的？会来这一家呢，我主要是来找一样东西啊。在 Google Review 里面呢，大家都是一直在好评这一个 Mochi Appam。他们讲到的就是 The Appam Padat with Mochi was really good. I like it very much. The mochi was soft and chewy, pairing beautifully with the crunchy peanut. 黑唔黑哦？西的嘞，买鸡了。基本上你怎么刷它的 review 啊，都是在提到这个 Mochi Pancake 或者是 Appam Mochi 啊。下午12点还是到晚上10点？休息是星期几啊？休息4到6点，但是我们也是有开的，都是每天有开吗？是有开。这一家可菲它出名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猪肉纳西冷玛，可是刚刚我们做了纳西冷玛，我们就不再叫纳西冷玛了。味道就有点类似像kombucha这样子啦，发酵的那种酵素的味道。那个 lemongrass 的味道没有太突出。红色这杯呢，它就是 jasmine， 带一点 peach， 还有一点点花香味，因为它上面撒了一点点那个玫瑰花瓣这样子，整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混搭。像这两杯喝下来，我都觉得我不太会欣赏。安克不会欣赏。我老了。原来它的这个Appam Mochi呢，它是有给2个，而且它是有2个口味的。吃完整片了的。安克吃不懂。面皮的口感呢，我觉得它更加倾向于像 pancake 的口感，这个就有夹着加工了，所以你会吃到有夹工。比较 modern 的Appam，然后中间多了这一个麻薯啊，但是它的麻薯来讲，我觉得并没有到非常的糯，比较有点偏软。你小时候有吃过那种盖亚波？哦，它的盖亚很香，就很像那个味道。它的摩奇掺了冰那跟 chocolate 就没有违和感。这个好吃很多。对，比较搭配它这一个创意的组合。整体吃下来，我觉得是一个创意了，但是就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一个创意了。不酸了，没有反应，没有表情。建议。你这么饿吗？皮都不放过。怪我们带你去下一间。点半到9点半。休息室，你们开多少年了40以上。在谷歌上面是找不到它的 location 的，所以我们会在 description 里面 sharing 那个 pin 给大家啦，就可以直接按了就找到这个位置了。这个红豆水会稍微的偏红色，然后刚才我问了老板娘，他确认了它是有放红豆麦芽。很传统的那种红豆糖水啊，多了一个类似于米香味这样子的，它是偏向于比较水的，不是那种红豆沙的糖水啊。汤水不会很甜，而且红豆的味道也很香。我看到他们拍这一个 jelly 的时候都很吸引我，就好像很纯的一个班丹啊。它是蛮好吃的，你咬下去的时候就那种清清凉凉，就很像jelly蛋糕。上面那一层呢是椰浆，下面就是纯的那个班丹香味。班丹香味是蛮香的，如果可以直接从冰箱这样刚刚拿出来会更好吃。真的，因为冰冰凉凉。大热天吃真的是特别爽。皮薄馅多。皮是做到很薄身、糯糯，而且很拉丝啊。内馅来讲，我觉得它的花生不会很甜，而且它是炒得够干的。只是我觉得它还是不够的焦香啊，花生再焦香一点啊，我觉得它的整个风味会直接在提升啊。这一个是 XL 版的 Only， 吃起来你就不能 expect 它是小粒的那种，一次会爆浆的那种了。
毕竟它的整个皮呢会做的比较厚身了一点点。我觉得它椰丝是新鲜椰丝，它带点咸口啊，外面就是比较咸的椰丝，然后它里面呢就是那种传统面包会用到的黑糖椰丝，个人还是比较 prefer 小小粒会爆浆的那一种。怎么你的店内有花生？那个他们打算跑过来，串门了他们。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安菇龟，为什么不是龟呢？越平凡的安菇龟。这个绿豆沙馅呢，它不会很甜，也不会很咸，淡淡的一个绿豆香味，不会讲过干的那一种。面皮板是做的比较薄身，薄身之余它又拉丝，吃起来就会有嚼劲，还 OK 的。整体这几样吃下来呢，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它的这个 jelly。等一个狗狗的咖啡。我们现在来到哪里呢？我们现在来这个是叫 Lake Valley 的，这个 Lake Valley 呢就是鱼多跟伯伯多。来什么不？我的狗狗嘞？我刚刚甩一下那毛巾啊，我全部飞走。还我狗狗。我只有一只给我。我只知道这个公园好大，它的一圈都蛮大。这边的屋子就是面绕着你的湖了。是啦，可以啊，不错嘞，这边很适合做巴黎桶的屋子。可以考虑。我老婆提的，我会认真考虑。永远只在考虑。哎，至少我们是很认真的在考虑。这个湖什么都好，除了今天太热。以前这边有租给一个安迪安哥的，然后他们退休不要做了。所以你们是后来接手的啦？我的手做了13年，茶水就比较久，茶水是第3代，应该是有70年了。你们是一起的？是我姐姐。早上6点到11点，晚上5点到9点。休息星期几啊？每个星期一。你这边是不是他们教老人茶室啊？有这样子讲是吗？因为以前有很多老人，但是很多已经 pass 了。我觉得它的风味就很偏向于那种新春的咖喱风味啊，就有用到咖喱粉跟一些香料啦，加上用新鲜的椰浆去调配啊。喝起来呢，它不会讲说过于厚重的椰奶，尾韵的时候呢会有点点小辣。像米粉跟面来讲，就是比较一般的米粉跟面啦。只是我觉得它的米粉是烫的比较好的，它不会讲说烫到过于软烂。然后它这个咖喱面呢，还有给猪皮、倒锅、炸肉，还有西ham，当然还有鱼饼跟这个豆芽啦。细满汤汁的猪皮，整个是 QQ 弹弹的，但是 QQ 弹弹之余呢，它中间还有保留一点韧性，咸咸香香的一个炸肉，以肉本身的鲜味为主。它的西ham是有大颗小颗参半的，但是它整个西ham还是很有咬劲，它整个内心还是很好咬。倒锅是有细满咖喱汤汁的，它还有那个豆包本身的味道。然后我是有另外再加这个炸云，没有看蛮多人来到这家呢，他们都会点炸云。炸云吞皮呢是香香脆脆的，而且它炸得很干，不会吸油。肉馅来讲，我觉得它是带点肥瘦相间。如果没有错，它是有用到麻油跟酱油去调味的，就是小学很常吃的炸云吞哦，有小时候的味道。很浓郁的给仔冰，整个是很浓郁的，因为刚刚我也就是看到它用了3颗的桔仔去做这一杯啊。酸梅呢，它有用热水先烫过，所以酸梅的味道有出来，消暑解腻浓郁的一杯桔仔杏。今天是带你来新城看夕阳了。很有那种以前家里泡果啤的味道，很浓郁的果啤啊。因为刚刚古兰马尼萨，我觉得它也弄得刚刚好了，厚身的来还是不会讲喝到很腻啊。我觉得就是蛮不错喝的一个果啤。不然他给仔仔喝咖啡，瞬间觉得这个咖啡好苦。整体吃下来，我觉得咖喱面不会讲说到很惊艳，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吃的咖喱面，果啤跟水都是蛮不错喝的。你从白天吃到夕阳下山了，然后我们去下一站。好多人呢。开门是4点半，开到几点啊10点，然后休息星期几啊20多年了，街坊邻里都知道。对，我就看很多街坊介绍你们的。蒸鱼是有一个招牌蒸什么？兄弟，有一個是豬腳這樣的，沒有了哦，沒有了啦。啊，你咪成日介紹美食嗰個係咪？你今日會走到呢度嚟嘅？你有睇到啊？咁似，食得睇咩？我們剛剛應該大概等了一個20出分鐘啊，所以並沒有到太久了，現在是這麼多人。
这个非洲鱼不错啊，鱼肉本身呢是很新鲜的，虽然是非洲鱼，它不会讲有那种泥味或者是土味感，不会真的太过老了。扎实的来带点软嫩。酱汁来讲呢，我觉得也是做得很棒了，很浓郁的豆豉酱带一点辣味在里面啊。我相信他在选肉的时候呢，他有讲究的挑剔啊，它的比例是肥一点点，瘦肉比较多，然后中间又一层薄薄的一层脂肪，风味有点接近是好像我们在肉粽里面吃到的那一种肉。梅菜本身就是有梅菜风味啦，只是说我觉得它的梅菜并没有讲说渗透去那个肉那一边。这样子来讲，我觉得也是蛮下饭的，尤其是它的梅菜。丹乳炸鸡吃得多，可是咖喱炸鸡你有吃过吗？这个是蛮多人推荐的咖喱本炸鸡的风味啊。整个炸鸡来讲呢，我觉得它是炸到刚刚好的，它外面是酥酥的，然后里面呢它还是属于软嫩的，没有到juicy啦。但是整体吃起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炸鸡啊。整体吃下来，我觉得这一家呢，它的食材都是蛮新鲜的，尤其是它的鱼，很难得可以吃到没有臭腥味的鱼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尝试一下。其实加赖11有很多老字号都藏在这一个巴萨，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这个巴萨看看。这一档烧肉档是哪一档？这边咯，他师傅不在这很低了。要什么烧肉啊？啊，烧肉卖完了。哦，今天大日子就早一点。哦，今天大日子啊。要关鸡蛋了。问一下，这个咖喱饭在哪里啊？有卖的。哦，休息很多天啊。就是310 lah. Ini rasa tak ada. Kat Niaga lama? 20 tahun. 6点半到2点，休息拜几啊？星期三做很多年了。14，特色是红鸭猪脚饭、猪脚面，还有石斑鱼，有钓到就有，因为我的鱼全部是钓的，不是巴萨鱼来的。红鸭吃奶盘就比较好吃。整个汤底呢是很偏向于海鲜风味的。汤底来讲呢，它不会到很酸，有用生奶 balance 那个酸性啊。果然奶粉是要配这种酸酸的汤底啊，它就蛮适合。Tom Yum呢都是会给鱼肉的，然后一般上都是给 sekap 啊，是蛮扎实、蛮新鲜的一个鱼肉片。然后我们这一碗是有加鱼票的，它是吸满了这个 Tom Yum 汤汁的，油油香香。豆皮就偏向于比较厚实，鱼蛋就是比较一般的鱼蛋了。这个虾还蛮大只的，这很扎实，吃起来是很有满足感。整体吃下来，我觉得这一碗呢，它是用料很实在的一个Tom Yum嘛。可是你不能 expect 它是那种酸酸辣辣的Tom Yum。猪脚呢，它是卤到很入味啊，而且它的肉呢已经是炖到软糯了。主要我觉得它灵魂是在它的猪皮啊，满满 collagen 的卤猪脚，导爆就会显得那个卤汁稍微的偏咸了一点。卤蛋就很像茶叶蛋了，它是有卤到蛮入味哦。那些lemak的饭呢，我觉得它就稍微的比较一般一点，它的椰浆味、班丹味跟姜呢都是淡淡的一层啊，它不会讲到特别重。我们点的是sotong跟这个berempah打鸡，sotong口感还是带着一点咬劲的，主要我觉得是在它的辣椒磨出来的那个辣椒啊，这个辣椒配在这个sotong的时候呢，它就会让整个sotong吃起来更好吃啊。炸鸡我觉得它炸的稍微干生了一点，上面有一层色赖的香味在啦，带有淡淡黄香粉的味道，它是比较偏马来式的阿洋火龙包。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nasi lemak是中规中矩啦，我会比较喜欢是它的sotong上面的辣椒是真的很香。我们现在要去吃一个潮州粥，不是，我们要去吃一个爱心粥。为什么是在爱心粥呢？所以有一个心字就在爱心粥了。对，满满的爱 feel。老板，周末你们叫新粥馆？用新鱼做28年，1997到现在，就一路来做厨房。你本身是厨师啦，啊，本身厨师。可是你的装修也是很特色哦。舞蹈位这样，没有做分行的，我们是自助场的，可以做多少做多少。是了。7点多直到8点。休息拜几啊？每个拜啊。我们来吃潮州粥。这个就是白粥了，但是它煮的是很绵密的白粥，而且它是煮到很高的，它不是那种很稀很水的那一些。
茄子呢不会煮得过软或者是过生，而且它整个茄子是不会很吸油的，反而是有一层很像辣椒油这样的香味，比较偏虾米风味的茄子。这个茄子是蛮好吃的茄子哦。菜呢是蛮新鲜的一个芥菜，同时间它保留了一点点芥菜的口感，并没有把那个芥菜卤得太软烂啦，比较偏酸，微辣，整个是很开胃的。老板跟我讲，这一个是没有咸鱼的，它刚才有另外一个是有咸鱼的。这一个的口感蛮特别的，一开始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点像那个五香卷的那种口感因为它是蛮扎实的一个肉，扎实的来它又有掺了一些油脂去调配，所以在嚼的过程中呢，你可以吃到它有肥瘦相间的那种口感调味我都觉得有点类似于那个五香卷的风味外层就有一层小甜口的这个蜜汁酱这样子像五香又像腊肠，也有点像叉烧。这是五香卷腊肠。这个卤鸭一开始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稍微的干深一点点，可是你咬下去的时候还是有它一点嫩的，煮到有点软化了。卤花肉呢，它的风味就有点接近是五香风味，但是口感来讲，我觉得稍微有点干深了一点点。这一家的卤味并没有到保留肉的颜色，跟我们在巴生或JB那一带吃到的都不一样。大肠头呢，卤汁并没有到很渗透肠子味比较浓郁的腊肠，所以喜欢很重肠子味的，这样这一个会比较适合。豆腐是比较入味的，而且可以吃得出它淡淡的药材味，可以喝得到肾虚的味道，同时间它不会堵塞有用红枣、枸杞去调味，就有调甜一点点，喝起来就是那种很用心在包的一个凉茶。我觉得我是在吃一碗糖水多过再喝一杯凉茶。除了罗汉果，它还有龙眼樱，包得很尽料，所以整杯就喝起来是很浓郁的。整体吃下来，我觉得我会蛮喜欢它的那些小洋菜，基本上它的风味都做得很好。这个人的粥要哦了呢，白白的没有味道。人家给你一口是料，一口是粥。走了，老板讲还有菜要再继续吗？不要。我们也要去人家家。对，今天去拜访不同的家。这边的名字是叫 Little Giraffe 还是另外一个？Always Lapar。Little Giraffe 是图书馆 ，Always Lapar 是餐厅。一开始是有图书馆先，然后后来我们把它顶下来，因为图书馆没有人营业1到3休息。它整个装潢就很有乡村风格，而且就很chill，很适合来拍照打卡。汤底呢是阿三酸，然后带点微辣，整个是很厚的鱼肉纤维可以吃得到满满的鱼鲜味，同时间它会有那个虾膏的味道在点缀，少了姜花的味道。对，它的粉是幼生的，虽然它没有到 QQ 弹弹的，但是还是有带一点嚼劲的。虾饼算不错了，它没有到特别浓郁，但是它还是充满了虾的香味，属于油鲜香这样子，而且整体来讲是很脆的。老板有讲他们的古勒姆拉哥呢，还有多了一个风味，就是桂花。刚刚这样子喝呢，它还真的是有不会讲到特别重的一个桂花香味，但是它就是尾韵有一点点花香那样。有花香味的煎豆。对，煎豆来讲呢是属于比较软身糯这样子的，青草原的斑斓味。整体来讲这一家我觉得它的阿萨玛莎是蛮解腻、蛮开胃的一个阿萨玛莎啦。所以我们本期的 MVP 是谁呢？所以我们本期特拉11里的 MVP 我们会选的是蒸鱼，因为它的蒸鱼真的是非常新鲜，而且它的酱汁非常浓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本期的特拉11里的介绍了，欢迎大家来特拉11里走吃吃，我们下期见。